芒果 TV 国际 App 搜寻不到王大陆，王心凌满满的心灵，王大陆什么都没有，大陆回不了大陆，一直在跑去问马 Kio 说，请问王大陆殴打计程车司机遭检方收押，最后500万交保，他是打电话叫人家揍司机哦，傻眼呢。请问马 Kio 你有什么建议要给王大陆？之后请你打55688。王大陆，你这下如愿以偿，不用当兵了吧？杀人未遂，认为司机故意绕路，下车之后钥匙掉在车上，特斯拉的门打不开，很生气，棒，互相飙国骂。拿到钥匙之后，比了一根中指，面露凶光。而王大陆越想越气，绕人去把司机打到住院。检方在他手机中查扣到施暴影片，逮捕在家里面的王大陆，就私下勾结黑帮，涉及高利贷放款，心中没有任何法度的准绳，1年兵也在逃。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王大陆他妈废物！王大陆竟然传出杀人未遂，台北市政府震惊不已，全部人当场傻眼。这个伞兵的事情已经够夸张，100万造假病例，而且还揪到一个集团。兵役局才正在安排说3月13号先让王大陆来入伍，怎么这王姓役男又出事了？役男如果受到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可依照兵役法第35条第1项第2款来申请缓征。如果说他没有被直接起诉的话，王大陆就会在逃兵案的状况之下先去当兵，因为逃兵判的并不重，大部分易科罚金。去年4月18号，在台北市大安区的现住地叫 Uber 要前往信义区的户籍地，上车之后却认为连姓司机你是不是故意绕路啊？结果下车之后发现钥匙掉在车上，但是特斯拉的门打不开，他不知道是不是不会开特斯拉的门，因为一时间打不开，很生气啊，棒，敲车窗，2度跟司机爆发口角，互相飙国骂。拿到钥匙之后，比了一根中指，面露凶光。而王大陆回家之后就越想越气，就跑去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游祥敏，他是有混的人，结果就绕人去把司机打到住院。大陆在施暴的过程中还全程录影，他蓄意逃兵，检方在他的手机中查扣到此段影片，警察就把这个案子给对了起来啊，双分兵4路啊，逮捕当时在家里面的王大陆。就王大陆一看到警察，叮咚，打开门。你们不是来过了吗？然后警察他说，哦，因为你涉犯杀人未遂案，所以请跟我们回警局一趟。王大陆是何德何能呢？凭什么有办法调动黑帮呢？根据检方调查，王大陆私下勾结黑帮，涉及高利贷放款。有人就问他说，王大陆，你这下如愿以偿，不用当兵了吧？很爽啊，直接吃牢饭，逃兵胜利组。傍晚还要服役吗？王大陆的爸爸叫王台庆，是一个古董收藏家，过去40年都在当拍卖官跟鉴定师啊，赚了不少的钱。爸爸曾劝王大陆说，你生活你要检点一点，那也认为说，孩子啊，你这个外面的毛病不要学啊，这个演艺圈是大染缸会害你啊，出事啦，大陆出事啦，这样大陆还回得去吗？认为他还回得去的刷33333，认为他回不去的刷00000，还有涉嫌犯高利贷，2支电影被编掉，现在因为还在审判阶段，目前还没正式封杀，还没，大家就去整理出来，大陆的待播映作品还真的不少。薛晓路执导的，马伊琍主演的电视剧《在不安的世界里安静的活》，王大陆是男2号。爱奇艺今年悬疑季《信条》，王大陆不是主角，应该比较好处理。去年夏天拍的电视剧《吉屋》，王大陆是男1号，搭苏晓彤。哇，这个就亏大了。鹿港合拍犯罪电影《无法饶恕》，王大陆是男2号。另外2位男主角是林家栋和林保怡，今年年初在香港拍摄。哇，这部应该要亏到姥姥家去了。椒麻堂会导演邱炯炯的新片《不喜》，王大陆是男3号。不过这电影大概不会在大陆上映，因为影响不大。九把刀压了很多年的电影功夫，王大陆在里面只是客串，我看来会被删掉吧。就1年兵也在逃，就代表他目无法纪嘛。而且他花100万造假，心中没有任何法度的准绳。王大陆在大陆的遗作大家且看且珍惜以后他就会消失。再过一阵子可能就全部要被消失了。王大陆一爆再爆，黑历史也被挖出来了。当年呢跟柴智屏对干，那为什么跟柴智屏对干呢？而王大陆出道多年，争议不断，先是跟恩师柴智屏闹翻，甚至在韩国的典礼上脱口而出说：“给你们满满的大平台。”让人一头雾水的致辞，当时还登上了各大新闻版面。就连他位在北市东区的顶家豪宅，在前年周雨鹏也被举报是违建。芒果 TV 国际 App 已经搜寻不到王大陆，所以王大陆已经是初期下架。哇，真的搜不到了耶！王心凌满满的心灵，王大陆什么都没有。对，王大陆回不去大陆，大陆回不了大陆。有人跑去问马 Kio， 为什么跑去问马 Kio 呢？因为马 Kio 当年也是打问奖。
马 Q 当然打问奖非常有名，打完问奖之后就不红了，就记者就跑去问马 Q 说，请问王大陆殴打计程车司机遭检方收押，最后500万交保。后来马 Q 呢就说我还没看新闻，但不敢相信哦，他是打电话叫人家揍司机哦，傻眼呢。记者还很白目去追问说，那请问马 Q 呢，你有什么建议要给王大陆的呢？之后请你打55688，我觉得55688可以找马 Q 代言的。王大陆教唆司机案外案，怎么回事呢？还有人泄露资讯哦，这简直是，这实在太扯了哦。王大陆获检方500万交保哦，案外案是检方曾追查为何打人的黑帮小弟能够掌握连姓司机的个资的时候，赫然发现台北市刑大队刘姓队长涉嫌泄密哦。今天也发动搜索，将刘乃以及另外2名证人呢带回警政署正丰市调查。王大陆当时要教唆人打，一开始有传出说是王大陆记得对方的个资，所以呢找小弟去处理。但是后来呢，检察官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王大陆这么厉害，他有真的把这下面罩起来吗？结果大家发现，原来王大陆有朋友潜藏在警察里面，潜藏在市刑大队，还是刑大哦，包括刘姓队长、林姓侦查组、邱姓队长都现在接受调查哦。为什么会这样呢？讲刘姓队长跟谁熟？跟这个王大陆的好朋友游小敏他的兄弟很熟啊。2025年期间受理王大陆诈骗案的时候，不慎在过程将可疑嫌犯的个资呢误传给游小敏，因此呢进一步来查证。当然了，所谓的不慎，怎么会是不慎呢？哎呀，不小心丢出去了。哎呀，这是他的个资，我不知道哦。王大陆案当中逃跑这个小阿俊啊，同谋的来替他打司机的这位黑道分子。那么在昨天一早呢，警方笔录时，他也坦承自己是无偿替王大陆教训司机，被依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来复讯，无偿帮王大陆来打人。所以王大陆到底平常都跟是谁混啊？黑道不收钱办事吗？所以看起来隐藏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王大陆可能不仅只是个一般的8+9，可能还牵涉了更多的事情。如果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坚定的友情，没有长久的认识，或者有上下隶属的关系，谁要帮你无偿来做这件事情呢？到底这个小阿俊还隐藏了多少秘密呢？还继续就查到了，他呢还曾经找黑道替女友来暴力讨债啊。移送地检署后，检方认定他有逃亡灭证串证之余，裁定收押禁见，但没想到案外案持续连环爆。王大陆伞兵遭到交保后，从他的手机发现和游姓富二代涉嫌教唆黑道殴打 Uber 司机，检警循线逮捕主导一切幕后主使者小阿俊。没想到查扣他的手机时，又有新发现，原来他还曾经帮王大陆暴力讨债，而债主就是他。这一天是属于王大陆的网红女友曾经欠债，小阿俊呢，原来长期都是王大陆的打手，什么事情都要暴力解决，什么都想用暴力解决。哇塞，这人是惯犯啊！他今天只是刚好一次大爆发，真的是大家刻意去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吗？恐怕不是哦。本来你就很黑啊，本来你就该倒啊。我们来看一下欧美简约的风格，浓眉大眼、甜美外形，她就是王大陆的网红女友。原来她之前遭到一名潘姓男子假投资诈骗，损失400万元。即使提告胜诉，但对方已经在台中监狱服刑，却迟迟不还钱。王大陆在殴打司机事件后结识小阿俊，就请他帮忙讨债。于是小阿俊先找上潘姓男子父母讨债不成，就透过特殊管道找到一名潘姓男子的狱友传话，但他否认欠债，直到小阿俊将判决书寄到狱中给潘姓男子才肯认账。配合了在纸条上写下姐姐个资，再透过狱方人员拍照给小阿俊，让他去要钱。检方手机监视后发现这张纸条，怀疑监所管理员和黑帮有所勾结。这更扯，这是案外案。王大陆关于他如何拿到 Uber 司机这件事情，已经导致有检方里面的调查局的小队长已经被侦查侦办当中了。竟然神通广大，这个小阿俊又有能力去渗透到监所人员，监所人员把个资传出来，哇！不可思议啊！要个钱都这么厉害的吗？太夸张了！这王大陆背后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集团，而这个巨大的集团可能跟之前传出王大陆暴力放债有关。这件事真的值得好好查去。搞不好王大陆他之所以维持这个艺人的脸面，其实是在非法集资，透过这个非法集资之后到处去放贷，放贷之后再用暴力去讨债。哇，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生财之道吗？所以我说王大陆的案子简直让大家惊呆了哦。王大陆女友叫做慕萱。
呐，那这个穆轩呢沉寂了3天，终于有所发文了，号称叫做小徐的女儿。而这事情发生之后，王大陆的这个女朋友并没有把 IG 给关掉了。这个王大陆不仅是富二代、漂亮女友，在大陆虽然不算特别的红，但知名度也累积相当。过去在台湾呢，因为我的少女时代，还有在韩国当时满满的大平台一个金句啊，也留下大家印象深刻。喝了我们给他没给他拍了，我告诉大家啦，这输送啦。讲白了，就为什么之前有说王大陆就是个垃圾，过得好好的，吃好穿暖，为什么干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呢？当个艺人哦，不能为社会做正面表率也就算了，还作为一个社会不仅是负面表率，还是个社会的害虫、米虫，破坏呢这个社会很多人的安全生活，还可以去渗透到狱方，你背后到底还藏有多少秘密呢？我觉得啊，王大陆恐怕要从实招来啊。最后呢，被王大陆害到的人可能很多，对岸很可能会有封锁的状况。现在因为技术变好了，也有可能就只是把王大陆的脸给码掉，或者其他的处理。不过我只能讲啊，在演艺圈呢，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会不会被王大陆所牵扯到。一山还有一山高啊，这就是整个王大陆案的一个经过。王大陆这个人拐瓜裂枣，直接消失很重要，没有资格再出现在演艺圈啊，烂人一个。